今天最引人注目的一场欧冠比赛是纽卡斯尔联队主场对阵巴塞罗那。真没想到，一直到比赛第86分钟，先是纽卡的墨菲在右路传中，没想到中路完全没有防守队员，巴恩斯中路跟进推射破门。在最关键的时候，补时第6分钟，奥尔莫在禁区漂亮的突破，被加夫绊倒，制造点球，亚马尔主罚命中。巴塞罗那真的太悬了，好歹最后是1-1战平。比赛虽然是巴萨的控球率略高，但纽卡角球9-4，射门16-9，射正次数4-2，均领先巴萨，还击中了一次门框。而巴塞罗那中场由于实在没人，排出了佩德里加贝尔纳尔和菲尔明的组合，但这3位也都在下半场被换下。今天巴塞罗那的状态确实不好，这要换个英超球队就不可能是1-1。没想到最后这也能扳平，太戏剧性了。反观纽卡这边，除了沃尔特马德最近状态下滑太严重，而且几个前锋之间完全没有配合，进攻就只能靠中场往前给球，或者边后卫插上传中。几个前锋每个人拿球都得多带几下，终结能力也太差，但凡射门好一点，今天巴萨就是惨案。所以这也是纽卡锋线球员的成色不足，就缺灵光乍现那一下。但凡再多点创造力，那就是顶尖的前锋了。今天本该赢2-3个球的比赛，最后踢成平局。纽卡的几次传球和射门到最后太拖沓，错失良机，左右两边各有一次横向传中，几乎是空门都不进。而巴塞罗那问题非常明显，后防线是真没人。阿劳霍一到欧冠的淘汰赛就犯病，最后拉菲尼亚帮他补位，根本就防不了。阿劳霍呢，因为抽筋了，尽力想回到场内，一瘸一拐的回来，明明回来了，却去弧顶站着。而拉菲尼亚虽然补防到位了吧，但最后时刻直接放弃防守，目送进球。虽然阿劳霍今天这场也算努力，但最后身体还是跟不上。比赛中库巴西起码给巴萨救了2个球，而门将霍安加西甚至扑到了，真是尽力了。巴萨的后防能控那么大一片，漏个人出来，真是没办法。霍安加西最后被进球的表情，感觉完全是在责怪自己，为什么没有扑出来呢？甚至扑到了，但是没抓住。霍安加西也是燃尽了。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您的订阅、点赞、评论和分享。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一个有温度的足球频道。今天替补打了20分钟的奥尔莫，最后在禁区内拨那一下造点球，太经典了。菲尔明飞奔了90分钟，但是没有奥尔莫的灵光一现。今天也就是靠奥尔莫造点球，要不然全体的状态这么差，就是输个2-0、3-0也不为过。在禁区内的微操，奥尔莫属于大师，大长腿越多，他越厉害。至于亚马尔，他只要在边路拿球，对方就是2个人盯，孔德又不在，阿劳霍也没有套边的能力，没人分担进攻压力。所以今天的比赛尝试过人0次，但这也没有办法，因为主教练弗里克的排兵布阵，把右后卫放阿劳霍，左后卫放坎塞洛。阿劳霍在右边根本就和亚马尔打不出配合，没有跑动，不能为亚马尔分担压力，所以上了阿劳霍就相当于基本放弃右路了。想指望亚马尔全场1打多还能爆种，那太难了。这场的亚马尔和佩德里都被对面给限制住了。纽卡的托纳利、乔林顿、拉姆齐没说的，确实厉害。乔林顿的身体限制佩德里做得尤其好，而且今天还不算脏，给佩德里上满了强度，踢得非常硬，防守型中场这么踢没毛病。所以这就是英超，乔林顿属于有头脑的球员，在英超判罚尺度大，那他甚至可以上手打，但是在欧冠吹得相对严，立马小动作就都收起来了。淘汰赛避免吃牌，说明乔林顿的球商相当可以。而托纳利在场上拼到了最后，完全没有了体力，最后都快站不住了，步履极其沉重。托纳利在场上对对方巴萨都是适度的干扰，踢得很聪明。而由于巴萨后场出球没有得容，所以纽卡是压着踢。最近连续作战，托纳利也累坏了。那么今天由于吉马良斯受伤，没有进入大名单。24岁的雅各布拉姆齐打了另外一个中场位置，他今天在场上的抢断、拦截、争顶和地面争抢都不错，给了巴塞罗那很大的压力。过去巴萨引以为傲的传球准确度，今天完全拿不出来，特别是场地太湿，积水严重。巴萨的中场甚至今天显得完全不设防，没有德容在，就只剩佩德里自己一个人洗球组织。现在看来，欧冠淘汰赛这样的强度，尤其遇上英超的球队，巴萨的中场佩德里和德容，但凡有一个不在，就相当于另一个必须打3个人的位置。后场再有个阿劳霍这样的出球，那确实球很难传到前面。再加上今天拉菲尼亚也不在状态，完全可以说是副作用。
拉菲尼亚身边有佩德里和坎塞洛支援，1对1打的是又慢又老的特里皮尔，但是全场没有给特里皮尔制造出任何威胁。特里皮尔已经35岁了，今天打巴塞罗那这场比赛强度如此之大，干到抽筋儿，年纪确实太大，已经不太适合打首发。好，比赛幸运的绝平，巴塞罗那的亚马尔也刷新了巴萨在欧冠历史最晚的点球进球纪录，他今天是第95分钟50秒罚进的点球。另外，由于被对方限制，今天的比赛也是亚马尔职业生涯首次在自己首发的比赛中没有一次尝试过人，可见中场被纽卡限制的太死了，再加上没有右边后卫，遇上英超这种对抗流球队，巴萨现在还是没有什么办法，看出来很无力。今天在第86分钟，巴塞罗那的丢球让他们也连续12场欧冠比赛丢球，本赛季的9场欧冠已经丢了15球，而上一次在欧冠零封对手还是上赛季欧冠1/4决赛首回合4比0主场大胜多特蒙德。这样看来，目前的巴萨阵容可能不太走得远，要补强的地方太多了。中锋、左中卫和左边锋是重中之重，2个边后卫的替补也需要补强，而且在强力的后腰和前腰方面也需要补强。实话讲，打欧洲最顶级的球队，目前的巴萨阵容短板比较多，所以主教练弗里克能把球队带到现在这样，真的已经很不错。巴塞罗那最近最大的事儿还是主席选举。昨天咱们说了前主帅哈维爆的料，那么今天前巴塞罗那体育总监阿莱曼尼他现在是马德里竞技的体育总监，他也就哈维和拉波尔塔之间的争论表了态。阿莱曼尼支持哈维的说法，他说拉波尔塔当时也亲口对我说，如果梅西回归，拉波尔塔就会向我宣战，这是他无法接受的事情。总之这件事情上相信哈维没错，拉波尔塔毕竟是主席，政治家嘛，满嘴谎言也很值得理解。对了，今天亚马尔以18岁240天的年龄成为了欧冠出场30次最年轻的球员，榜单上第2名是过去的扎伊尔·埃梅里，第3名是当年的法布雷加斯。好，纽卡下一轮将在周6客场对阵切尔西，然后下周3在客场对阵巴塞罗那。他们目前在联赛排名12，应该是无欲无求。老 K 建议不妨就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欧冠上。今天欧冠，利物浦是客场对阵土耳其的加拉塔萨雷。来自咱们英超的角球队竟然在第7分钟被加拉塔萨雷先用角球进一个。左路的角球开出来，奥斯梅恩头球摆渡，勒米纳头球接力破门。下半场利物浦后卫科纳特失误送了奥斯梅恩破门，但因为此前伊尔马兹越位，这个进球被判无效。第65分钟，埃基蒂克在中场开始带球，自己制造了单刀射门，却被对方门将恰吉尔挡出。而比赛第72分钟，利物浦终于利用角球在混战中破门，但是科纳特手球进球被判无效。第80分钟，罗伯逊在左路突破之后的倒三角传中发生了折射，可球依然被门将恰吉尔扑出。今天的比赛真让老 K 说着了，土耳其豪门加拉塔萨雷实力不可小觑，除了像奥斯梅恩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之外，今天进球的勒米纳来自加蓬，32岁，过去他在英超狼队踢球。这个中场球员实力强劲，过去尤文图斯、马赛队、南安普顿还有富勒姆队、尼斯队他都带过，所以再加上加拉塔萨雷的魔鬼主场，确实名不虚传。好在今天最后只丢了1个球，所以利物浦回到安菲尔德主场翻盘的机会仍然很大。今天这场比赛看下来，只丢1个球对利物浦来说确实能够接受，特别是被皇马看上的科纳特可谓是被奥斯梅恩完爆。奥斯梅恩我反复说过，在整个世界足坛排名前3的高中锋。而今天加拉塔萨雷的主场魔鬼到什么程度呢？只要利物浦队拿球，嘘声能够盖住主裁判的哨声。而今天加拉塔萨雷第2个被吹掉的进球，其实这个球主裁判说越位获利，很有些争议。那么仅从第1回合看，主教练斯洛特给人感觉在杯赛中没有那种赢球的勇气和决心，不是过去克洛普治下的那支利物浦。再有，科纳特实在想去皇马，就放他走吧。这赛季的科纳特实在有些太一般。整体上来说，利物浦这边防守总是出问题。好在加拉塔萨雷也是自己阵地进攻和反击掉链子，否则很有可能是一场惨案。那么本赛季利物浦的斯洛特联赛时没有大指望，其实就应该在欧冠好好拼一拼。但仅从第1回合表现出来的内容，利物浦现在控球不像控球，反击不像反击，有点手抓沙子的意思，啥都想要，啥都没有。而今天利物浦的组织核心维尔茨在魔鬼主场加拉塔萨雷，在这种身体压迫下踢得有些匆匆忙忙，连滚带爬。这都已经踢了大半个赛季了，主教练对他的位置还没有定下来。踢左路维尔茨的回撤接应转不了身，左边是真不适合他，战术安排有些问题。本赛季表现最难看的时候都是维尔茨踢左边，
好不容易在前腰位置似乎有些起色，今天又被拉回去踢左边。至于右路的萨拉赫年纪大了，老年人，看得球迷有些心酸。这左边一个维尔茨，右边一个萨拉赫，感觉就是9打11。身体不行的萨拉赫爆发力已经完全没有了，拿球就是冲对方球员身上，丢了球又小跑2步，假装在逼抢，身体机能严重下滑。萨拉赫是时候该离开5大联赛了。今天的他也创造了利物浦队史欧冠出场的次数纪录，一共是81次。在利物浦队史上，卡拉克80次排第2，杰拉德73次排第3。而作为欧冠历史上进球最多的非洲球员，萨拉赫目前打进了49球，稳居榜首，距离欧冠50球只差1步。希望回到主场能够拿到这个进球里程碑。在这个榜单上，萨拉赫身后是德罗巴的44球，埃托奥的30个球，还有马内的27个球。最近利物浦的名宿德国名将哈曼在接受采访也说了实话，他说萨拉赫或许偶尔能进几个球，但是他对利物浦的影响力肯定不如从前了。希望在最后的9到10场比赛中，萨拉赫能偶尔拿出一些表现，帮助利物浦在联赛跻身前5。但我认为他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了。对于利物浦来说，奥里塞是完美的选择，因为奥里塞踢右路，而且擅长内切。不过拜仁肯定不愿意放奥利塞走，我想他的合同里应该没有解约条款。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利物浦的主力门将阿里松在周一的训练课后感到不舒服，他没有随大部队前往伊斯坦布尔，也缺席了这场比赛。阿里松的伤被认为并不严重，而今天顶替他位置的是25岁的格鲁吉亚门将马马尔达什维利。他这场比赛的表现无功无过，只是出球能力上短板比较明显，但马马尔达什维利的门线技术能看出是顶级的。而加拉塔萨雷这边除了进球的勒米纳之外，表现最好的就是他们的大中锋奥斯梅恩，曾经是意甲最好的中锋，今天他也完美的诠释了什么才是顶级中锋的支点作用。而且奥斯梅恩踢球喜欢全力去拼2点球，他的瞬间爆发冲刺能力很强，比第一点争高球的威胁还要大。他这种靠冲击力和跑位的中锋，射门技术也很好，身体天赋也爆炸。今天在跟科纳特的对抗当中，他惯用的假争顶，然后虚晃的回马枪，后卫争顶如果上身体去倚靠，就上了他的当。而一个回马枪上当的后卫会直接失去重心摔倒，奥斯梅恩就可以拿球直接面对门将。以前在那不勒斯，奥斯梅恩这一招成功过不少次。奥斯梅恩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锋，有意识、有射术、有身体、有跑位，能扛人也能抢点，又黑又硬，踢球还很聪明。我估计今年夏天会有一些英超的豪门对他抛出橄榄枝，也很期待奥斯梅恩早日回到5大联赛。尽管成名已久，但奥斯梅恩现在只有27岁。他今天助攻了勒米纳打进全场唯一进球，本赛季代表加拉塔萨雷9场欧冠制造了10个进球，自己进了7个，还送出3次助攻。这位尼日利亚的中锋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自己的母亲，那时候他还在学步的阶段，所以早年的奥斯梅恩不得不在拉各斯街头卖报纸卖矿泉水。他和6个兄弟姐妹挤在一间只有1居室的公寓里，就这么长大。但现在这位尼日利亚的前锋已经是整个欧洲足坛最高产的射手之一。奥斯梅恩的周薪超过25万英镑，现在吸引许多顶级豪门的关注。那么今天的比赛中，主场的加拉塔萨雷球迷还向他的家人送上了特别的致敬。在一个巨幅的黑色背景的 Tifo 上，印着奥斯梅恩和母亲的画像，配文道：我们是家人，家人就是一切。所以在欧洲，土耳其的球迷是真的懂球，对足球也是尤其热爱。像这样的温情 Tifo 已经出现过许多次，球迷们是真的很懂怎么样才能和自己的球星心连心在一起。所以有这样的球迷，奥斯梅恩怎能不拼命，怎么会不感动？今天的他也是拼到了力竭。今天的比赛，萨内一直替补没有上，京多安只替补打了1分钟。加拉塔萨雷的替补席上甚至还坐着过去国际米兰的队长伊卡尔迪，他今天也没有上场。但在本赛季的土耳其联赛，他首发9次，进球13个，效率还是非常高，尽管已经33岁了。最近前国际米兰的中场球员纳因格兰谈到了伊卡尔迪国米生涯终结的真正原因。纳因格兰说，伊卡尔迪和国米之间的矛盾爆发呀，当时老塔罗还没有得到出场机会，伊卡尔迪是国际米兰的队长，还打进了大量进球，但主教练斯帕莱蒂无法接受的是，在他看来，伊卡尔迪是假装受伤，从而缺席对阵法兰克福的比赛。从那之后，伊卡尔迪的国米生涯就走到了尽头。我认为这才是他们2人彻底闹翻的真正原因。伊卡尔迪是个性格很内向的人，
身为国米的队长，但在赛场外他和大家的交流并不多。从我在更衣室对他的了解来看，他是个非常好的小伙子。每个人家里都有自己的烦心事儿，或许他不想多说吧，但他对我一直都很得体，很好。我从不相信媒体写的东西，我要亲自去了解一个人。如果一个人本质不坏，而且对我一直友善尊重，那在我眼里他就不是坏人，我就是这么想的。是的，老 K 作为老国米球迷，必须客观地说一句，伊卡尔迪没有对不起国际米兰，而且他走还留下了5000万的转会费。至于说他炸伤，其实伊卡尔迪后来转会到大巴黎之后，也是养了很长一段时间伤才出场。说他炸伤，我觉得未必。而且伊卡尔迪当时已经是最后1年的合同，如果拖到合同到期免费离队，可以拿高额的签字费，主动权已经在伊卡尔迪这里。还有，就伊卡尔迪当时的水平，已经是意甲的头牌了。可当时的收入在意甲也就大概10名左右，大概也就税后450万左右，所以这样的收入一定不算高。而且他在当时拿这个收入还拿满了5年，也就是说整个5年期间实际上没有加过薪。对比一下老塔罗的合同期间的第2到第3年谈工资就要了税后1000万左右。仅从伊卡尔迪如此大的贡献，国际米兰却在5年时间没有给他涨薪。说真的，客观讲，我觉得伊卡尔迪没有对不起国际米兰。那么当年伊卡尔迪的经纪人是自己的女朋友旺达。旺达在2019年因为主教练斯帕莱蒂剥夺了伊卡尔迪的队长袖标，两人的关系非常紧张。但最近旺达在社交媒体已经晒出了和斯帕莱蒂的合照，这表示两人已经重归于好。尤文图斯的主教练斯帕莱蒂在尤文图斯4-0大胜比萨以后，给了球员们2天假期。目前斯帕莱蒂正在米兰。而冬窗的时候，伊卡尔迪甚至是最接近加盟尤文图斯的前锋。可最终由于加拉塔萨雷晋级了欧冠淘汰赛的附加赛，所以加拉塔萨雷要求得到1000万欧元的转会费，这就导致冬窗尤文没有签下伊卡尔迪。好的，本场击败利物浦之后，加拉塔萨雷的近10次欧战，在主场对阵英格兰的球队只输过1次，他们一共是6胜4平1负，只在14到15赛季欧冠小组赛曾经1-4惨败于阿森纳。对所谓魔鬼主场，今天咱们看球的时候听那个嘘声就知道了，真的是震耳朵，更别说现场踢球的球员了。而利物浦队在欧冠曾经6次对阵加拉塔萨雷，成绩是1胜2平3负，胜率只有 17%， 这也是利物浦在欧冠联赛交手至少5次的对手中最低的胜率。他们最近欧冠4次对阵加拉塔萨雷是1平3负，而在队史欧冠上，只有在客场对阵切尔西的时候，从未赢球的次数更多。不过也有好消息，今天下半场加拉塔萨雷的后卫达文森·桑切斯领到了1张黄牌，他也会因为累积3张黄牌停赛缺席双方的次回合比赛。老 K 这里也做个大胆的预测，还是看好第2回合利物浦能够最终晋级。今天的另外一场欧冠，拜仁慕尼黑客场对亚特兰大6-1狂胜。开场仅仅12分钟，格纳布里送出助攻，斯塔尼西奇包抄轻松破门。10分钟后，奥里塞在禁区角右侧内切破门，2-0。紧接着3分钟后，又是奥里塞助攻，格纳布里突入禁区打门得手，3-0。下半场第52分钟，雅克松的低射破门，4-0。第64分钟，奥里塞再度内切破门，5-0。第67分钟，雅克松的传中助攻，穆夏拉包抄破门，6-0。亚特兰大一直到了补时第3分钟才由帕萨里奇扳回一城。所以现在意甲的球队差距真的跟顶级豪门之间拉得太大。亚特兰大虽然依靠铁血的战斗精神进入了16强，但这首回合主场就输了个1-6，看来已经没什么戏了。而拜仁恐怕你已经尽显对本届欧冠冠军志在必夺。在淘汰赛，拜仁已经很久没有这样酣畅淋漓的大胜了。上一轮亚特兰大拼尽了全力，还带着点运气击败了德甲第2，但现在在主场挑战德甲第1，发现第2和第1完全不是一个维度。不过今天的拜仁伤了3个，但看起来伤都不大。阿方索·戴维斯和穆夏拉走下去的时候步伐都很正常，也不瘸。总之，现在的拜仁球迷确实有些奢侈，有些凡尔赛，不仅比赛要赢，还要健健康康的赢。赛后，拜仁体育总监埃贝尔说，穆夏拉的伤势是最轻的，更像是一种预防性的换下场，而阿方索·戴维斯则不太走运，又出现了肌肉方面的问题。至于乌尔比西，目前不太确定，他当时有些头晕，有些头疼的情况。过去2周，阿方索·戴维斯因为肌肉纤维的撕裂，一直处于休战状态。今天在比赛第70分钟，戴维斯向教练组示意自己已经无法继续坚持比赛。在场上，他的情绪明显崩溃，
愧，一边大声的抱怨，一边还流下了伤心的泪水。主教练孔帕尼立刻在场边将他拥入怀中。随后阿方索·戴维斯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离开。这期间呀，他一直多次把球衣拉到头上，显然难以接受再次受伤的打击。阿方索·戴维斯主要是爆发力太强，速度太快，而且膝盖大伤以后啊，一侧腿的肌肉长时间不活动，可能会有些萎缩，左右腿的肌肉发力不均衡，一上强度就容易拉伤，只能减少运动强度，慢慢悠着来。但希望千万不要再是交叉韧带的问题。戴维斯才只有25岁，但过去2年他的伤病太多了。他是加拿大国家队的绝对核心，马上就是美加墨世界杯，大家也期望他能够健健康康的完美归来。好，今天奥里赛上演了梅开二度。在统计中，奥里赛进球的比赛，拜仁是25胜2平，仍然保持不败。昨天在评论区有球迷问老 K， 奥里赛为什么值那么多钱？其实在我看来呀，他的节奏控球是真的很好，能够把对手给晃吐了，也算是最近几年拜仁引援性价比最高的。过去穆夏拉还没有大伤的时候，老 K 就说过，奥里赛状态好的时候，甚至比穆夏拉看着还要帅。他今天是亚特兰大根本防不住的一个，2射1传制造了3个进球，并且本场比赛在进攻3区传球32次，禁区内触球9次，创造机会7次，传中6次，射门5次，还有射正4次。这6项最重要的进攻数据，他全都位居全场第一。奥里赛也就偶尔表现非常差，但总会在接下来集中爆发几场大高光。个人觉得奥里赛的身价起码是 1.5 甚至 1.8 个亿起步。他今天也当选全场最佳球员。本赛季各项赛事，奥里赛已经直接参与了37个进球，是5大联赛的边锋球员当中最多的。而且5大联赛也没有任何球员的助攻数可以跟奥里赛的22次助攻相匹敌。确实，今天我们也看出来，拜仁慕尼黑的实力完全远超亚特兰大。就一个奥里赛对亚特兰大球员来说，完全是降维打击。好的，另一场举世瞩目的焦点战，马德里竞技在主场5-2大胜托特纳姆热刺。虽然热刺也来自英超，但今年他们确实不行，而且缺兵少将，这首回合就输得失去了晋级的希望也好，热刺也能安下心来，认认真真保级。在老 K 看来，他们想在英超保级的难度是真的非常大。比赛刚刚开始第6分钟，热刺门将金斯基就超级低级、超级愚蠢的失误，直接一个踉跄把球传给对手，略伦特抓住机会推射闪击1-0。第14分钟，又是后卫范德芬超级愚蠢、超级失误，竟然滑倒，让格列兹曼单刀破门2-0。第15分钟，门将金斯基呀，完全像个业余球员一样，更加愚蠢、更加低级的失误，直接停球都不会了，把球送给阿尔瓦雷斯，轻松破门3-0。第22分钟，利用门前的乱战，马竞的勒诺尔芒补射破门4-0。4分钟后，热刺球员波罗终于做出反应，连停带过低射破门，1-4扳回一城。下半场第55分钟，先是马竞的门将奥布拉克奉献了一个神扑，紧接着反击，格列兹曼助攻了阿尔瓦雷斯长途奔袭破门5-1。但好景不长，第76分钟，门将奥布拉克也是低级失误，直接送大礼，热刺的索兰克劲射破门2-5。现在看来，热刺的更衣室应该是爆炸了。在如此重要的比赛，主力门将维卡尼奥竟然不上，于是金斯基上场奉献了极为灾难性的表演。在0-3落后的时候，第17分钟就被维卡里奥换下，这样的耻辱级的表演真的是很少见。热刺的高层也真是瞎搞，现在这个成绩，高层绝对要负最大的责任，给主教练下指令不让上维卡尼奥，强行首发金斯基。所以如果真降级，真的不冤。有意思的是，今天比赛上半场还没有结束，竟然转播对准了看台上的马德里竞技球迷，现场表演制作三明治。一场足球比赛还让你看观众做饭，太值了。对了，今天比赛第90分钟，热刺的球员罗梅罗和帕里尼亚头碰头相撞，撞的那个火星撞地球啊！但两个人撞成了这样，竟然只有马德里竞技的球员上去关心，身边围的全是马竞的球员。当时老 K 看到这里，要说热刺的更衣室内部没有问题，我是绝对不信的。当时由于过分血腥，连马德里竞技的队医也跑上去帮忙。而他们的门将维卡里奥因为传出要想转会到国际米兰，所以维卡里奥今天只要拿球，热刺球迷爆发出巨大的嘘声。所以整个托特纳姆热刺已经成了伦敦的笑柄，不是整个世界足坛的笑话。甚至感觉热刺的球员上场踢球就想得红牌，早点下去完事儿。今天由于裁判的问题，热刺逃掉了2张红牌。
但此时此刻，热刺球迷最想关心的是他们22岁的年轻门将金斯基。真的，年纪轻轻，好不容易混到欧冠淘汰赛的首发出场，本想一鸣惊人，被皇马、巴萨、拜仁等顶级豪门看上一步步就可以走上人生巅峰。可没想到上去15分钟，超级低级的失误不断，连丢3个球，主教练也一点不惯着，直接换人。可能金斯基的职业生涯到这里基本就废掉了，以后的比赛谁还敢让他出场？所以门将这个职业真的很残酷，困难和压力并存，非常难。一场比赛只有15分钟就可能毁掉一个人的职业生涯。由于2次低级失误送礼被换下，伦敦足球网今天给金斯基打出了0分的评分，并且给出评语。对这位年轻的捷克球员来说，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表现。一次滑倒让马德里竞技拿到首个进球，面对格列兹曼的第2个进球也未能做出阻挡。随后那次糟糕的解围失误更是毫无借口，让阿尔瓦雷斯轻松带球突破并打进第3球。他几乎没有任何表现能让人给他打分，0分。来自捷克的金斯基过去被称为小切赫，可谁能想到戏剧性的人生有时候竟能如此残酷。另外范德芬最近的比赛感觉每一场都想直接红牌下场，他的铲球已经不是简单的脏，不知道脾气为什么这么大。今天裁判没有罚他，他逃掉了红牌，竟然还能一副理直气壮觉得自己很帅的样子。对方的球员都被他干翻都起不来了，也不过去安慰几句。最近有消息说巴塞罗那和皇马都想争夺他，但其实热刺球迷可能真的也有些烦他。另外还有消息，热刺可能在今年夏天还会出售自己的队长罗梅罗，他们对罗梅罗的估价超过了6000万英镑。罗梅罗本赛季因为禁赛错过了6场比赛，同时还在社交媒体上激烈的批评热刺俱乐部的运营，所以管理层越来越相信赛季结束分道扬镳可能对各方更有利。但老 K 觉得如果留罗梅罗卖范德芬对热刺可能更好，但热刺高层如果真要瞎搞，留下范德芬卖罗梅罗，明年也惨。好的，那么新教练图多尔也成为了热刺队史首位执教球队前4场比赛全败的主帅。至此，热刺已经遭遇了各项赛事6连败。想想图多尔刚来的第1天，老 K 怎么说的？热刺高层是真不懂球，怎么会选上图多尔的？在我眼里，也许只有沙辛可以跟他比一比。而马竞方面，今天也是他们首次在欧冠的淘汰赛单场进球就5加以上。本赛季马竞已经在欧冠中打入了29个球，比任何其他球队都要多。而小蜘蛛阿尔瓦雷斯在73分钟贡献了2个进球1个助攻，他也成功当选全场最佳球员。阿尔瓦雷斯在欧冠10场已经有7个进球3个助攻，但联赛的数据一般。他也成为了自梅西以来首位在欧冠淘汰赛梅开2度的阿根廷球员。对了，由于今天对手热刺的连续送礼，马竞队史上首次在欧冠的单场比赛上半时就打进4个球。最有意思还是热刺主教练图多尔在赛前和赛后的发布会的言论。赛前他说关于门将，我选了金斯基首发，我今天选择了我认为在此刻对球队最合适的首发阵容，今天就是这套首发阵容啦。结果比赛结束后接受采访，图多尔又说在看到已经发生的一切之后，那毫无疑问用金斯基肯定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是在赛前考虑这件事的时候，对我来说那是正确的决定。我们要向今天到场的热刺球迷道歉，也要向其他人，向所有人道歉。我们热刺正处在一个艰难的时刻，感觉所有的事儿都在出错，每一个微小的错误都在让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就像命运在捉弄我们一样，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甚至在最后的情况下，2名热刺球员之间发生了碰撞，导致2个人都无法上场，看起来所有的一切都在针对我们。我们需要保持冷静，少说话，你知道少说话反而更好。我也说过，少说话更好，少说为妙。现在不是试图给出宏大解释的时机，我们需要保持冷静并继续努力。就图多尔过去在尤文的表现，我对他能够力挽狂澜创造奇迹不抱任何希望。热刺真的是降级的大热门之一。好，咱们再轻松一下。今天内马尔出了一个事儿，他在社交媒体上点赞了一位女网红晒出的性感照片，随后马上评论说自己是不小心点到的。内马尔写道，那是个意外，我都没有注意到。关注我的人都知道，我几乎从不给女性照片点赞，就是为了避免这种事儿。现在人们对点赞的反应也非常不健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平台竟然有点赞这个功能，挺有意思。内马尔，你自己说的话你自己信不？
对了，今天被点赞的女网红波林坦托，她是一名法国模特，在社交媒体上有425万粉丝。这2天她是发布了几张自己的泳装照。另外，曼城球星罗德里也惹了麻烦，他已经被自己的邻居们举报，说他在邻居家的窗户外操控无人机侵犯隐私。罗德里是住在市中心一栋高层公寓楼的顶层，他顶层隔壁的邻居声称罗德里操控无人机的爱好侵犯了自己的隐私，让他们担心罗德里能够窥探到他们在家放松时的室内的情况。警方计划和罗德里进行谈话，确保他了解相关法律。有一位联系太阳报的居民说我和我的伴侣住在高层，当你正在看电视的时候，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在窗外1米远的地方有一架无人机。我的妻子对此感到非常不安。住在高层的好处之一就是不会被任何人窥视，而我们现在却饱受罗德里和他的无人机的困扰。另一位住在34楼的住户和女友说，一天晚上我们正在看电视，突然看到窗外有一束绿色的闪光，我们看到它飞出窗外，然后又飞回罗德里的顶层公寓露台。罗德里有的是钱，却把时间花在用无人机撞别人的窗户上。我们已经报警，并被告知会派警察过来的。挺有意思，想不到罗德里长得浓眉大眼的，还有这种极端的癖好。好，让我们再关心一下伊朗的女足球员。最新的情况又多了3名伊朗女足球员选择脱离球队。现在伊朗足协的主席试图前往澳大利亚，敦促所有球员和随队工作人员都要返回伊朗。但是这位伊朗足协主席没有拿到签证，他的副手呢已经抵达了澳大利亚，并且向媒体透露，伊朗当局正对球员的家属施加压力，要求剩余队员都要回国。此前已经有5名球员获得了澳大利亚人道主义的签证。老 K 个人的意见，非常支持所有的伊朗女足球员全部润出国。这件事儿我们也会长期关注，特别担心未来部分回国的伊朗女足会不会受到制裁。OK， 另一方面，英格兰老国脚沃克通过社交媒体发表了动态，宣布自己将从英格兰队退役。沃克自从15年前完成了英格兰成年队的首秀以后，已经代表英格兰队出场了96次，打进1球，送出过10记助攻。他随队赢得了2018年世界杯的第4名，也进入了2020年欧洲杯决赛、24年欧洲杯决赛以及22年世界杯1/4决赛。沃克毕竟已经35岁了，估计主教练图赫尔已经跟他说过，世界杯确定不带他，索性就从国家队退役吧。几年前，英格兰在右后卫拥有沃克、里斯詹姆斯、阿诺德、特里皮尔，还有本怀特，甚至还有曼联的万比萨卡。当年的英格兰队在右后卫储备丰富，但凯尔沃克是最特殊的一个，他应该是英格兰队史上的最佳右后卫。好，今天皇马的罗德里戈已经成功接受了手术，他发表了动态，感谢大家的关心。罗德里戈写道，感谢上帝，手术一切顺利，今天开始一个新的篇章，一个崭新的罗德里戈诞生了。我已经准备好经历这一切，并在生活中体验上帝的祝福。非常感谢每一条关心的信息。那么就希望罗德里戈早日康复，早日重生。另外，女足亚洲杯小组赛已经战罢，上半区澳大利亚将对阵朝鲜，中国队将对阵中华台北，下半区韩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日本对阵菲律宾。过去的交战历史，这次中华台北女足最后是3-1战胜了印度女足晋级，苏玉轩和陈玉珍。那么明天的欧冠预测一下，看好首回合阿森纳客场不败，切尔西客场不败，曼城客场不败，葡萄牙体育客场不败。这里是好的，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感谢您的订阅、点赞、评论和分享。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一个有温度的足球频道。